自1914年开始运营以来，美联储系统被不断的完善，已然成为了货币领域的庞然大物。如今，这个硕大无朋的系统又再一次面临从电子货币到数字货币的关键转型，而对于未来银行系统运作方式的猜测，也成为了难以绕过的话题。那这一期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目前美联储货币系统的运行方式，即将上线的 FedNow 将怎样影响目前的运行模式，以及这个极具争议的央行数字货币到底会以怎样的形式被推出。上一期我们讲到了美联储的前身 National Banking System 国家银行系统。美联储跟国家银行系统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美联储在行政层面上掌握了调整货币政策的能力。美联储首次突破国界，在全球范围之内发展，是在1956年的欧洲。现在我们管所有在美国以外的美元叫做 Eurodollar 欧洲美元，就是因为最初美元在海外的流通是从欧洲开始的。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让涉及到美元的经济活动遍布全球。美联储的货币系统设计不仅需要实现美元在美国国内的平稳流通，也需要保持海外的美元供给相对稳定。这就让美元的货币流通途径变得比较复杂，因为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和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会传导至全世界。想要拼凑出美联储系统的脉络，我们就得先从跟美联储关系最紧密的几类机构讲起。美联储在法律上只对成员银行和政府机构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个人是不能在美联储拥有账户的。这些可以在美联储开户的机构，他们的账户存款在资产负债表上面会放在美联储的负债一方，因为美联储有需要兑现存款的责任，也需要向这些存款支付利息。我们平时的消费和转账活动也都会间接的体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方。但是之所以说是间接而不是直接，除了是因为个人在美联储那边没有办法设立账户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消费的转账过程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账户和账户之间的交易，而是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觉得这段不好理解的观众没关系，往后看，待会儿呢我会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除了机构储蓄之外，美联储的负债还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账户，就是 Federal Reserve System Open Market Account，美联储系统公开市场账户，简称 SOMA。 这个账户中负债的部分是来自于从2013年开始实施的 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 逆回购协议，平时我们也叫做 Reverse Repo。 大多数时候逆回购协议有效期只有1页，之所以说是1页而不是1天，是因为执行回购协议的纽约联储规定，协议开始时间是在美国东部的下午12点45分，结束时间是在下一个工作日的下午1点15分，协议的有效时段正好是一个晚上，所以我们也管这种逆回购协议叫做隔夜逆回购 Overnight Reverse Repo。 隔夜逆回购是美联储用系统公开市场账户中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向有资质参与隔夜逆回购的机构进行贷款，这些机构包括了一些指定的银行、政府机构或者是货币基金，然后美联储会支付一个利息给对方。这种交易出现的原因，第一，可能是因为银行有足够的现金，但是市场上没有足够的资产，出于机构运营或者达到某一些法定规则的原因，通过隔夜逆回购来拿到这些资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市场上有太多的现金，导致金融机构之间能够收取的资产借贷利率会比较低，而美联储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所以这些手里有多余资产的机构就愿意跟美联储进行这样的交易，换取更高的收益。那之所以特别提到了这个系统公开市场账户，是因为目前这个账户的日交易量巨大，从2022年6月份开始，每一天的交易量都超过了2万亿美元，而这个隔夜逆回购利率也是美联储进行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联储的资产都有哪些。美联储拥有的资产主要是以政府作为背书的证券，比如说美国国债，以美国政府为支持的企业放出的贷款的证券，其中美国政府为支持的企业就包括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占据新闻头版头条的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房利美和房地美。这类机构放出的贷款合同被打包成证券以后，就叫做 Agency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机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简称就叫做 Agency MBS。 另外一个重要的资产是 Central Bank Liquidity Swap， 央行流动性互换协议，也就是其他国家的央行向美联储短期借贷。因为绝大多数时候美联储借出去的是美元，所以经常也被直接叫做 Dollar Liquidity Swap， 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这种互换协议的抵押品就是其他国家的货币，
比如说日本跟美国进行流动性互换，那么日本就会拿日元作为抵押向美国进行贷款，而这部分日元就会放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方。美联储也在自己关于央行流动性互换协议的介绍里面详细的阐述了这种记账方式。那美联储用来实施央行流动性互换协议的账户也被包括到了刚刚我提到的 SOMA 美联储系统公开市场账户中。那我们简单的说完了美联储的资产和负债，我们再来看一下跟我们关系更紧密的银行，它的账目表与美联储之间是怎么联动的。这里我们可以拿我们个人的账户来举例子。对于银行来说，我们在银行开户的时候，这个账户是放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方的，因为对于银行来说，它需要根据我们的存款量支付我们一定的利息，这个对于银行来讲是一笔开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负债跟我们储户关系其实不大，比如说像股东的分红。那么银行手中持有的资产有哪些呢？这部分资产跟美联储账户上面的种类比较相像，比如说美国国债、企业债券、房屋按揭贷款证券，还有一些其他种类的贷款，比如说车贷、学生贷款之类的，可以给银行带来利息收益的合约。那么这里值得一说的就是在银行向外放出贷款的时候，是不需要用到我们的存款的。控制银行能够放出多少贷款的，并不是银行有多少储户的储蓄，而是政府或者国际银行规则中规定的杠杆比例 leverage ratio。 在国际上面有一个组织对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出台一些重要的规定，相信有一些观众是知道的，就是 Basel Committee 巴塞尔委员会。他们出台了一系列的银行规定，比如说像流动性覆盖比率 liquidity leverage ratio、 净稳定资金比率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等等。美联储对于美国国内的规定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关于银行放贷量的要求 supplementary leverage ratio 补充杠杆比例，简称 SLR， 计算方式是一级资本除以风险资产，这个比例目前至少要达到 3%。 那银行放出贷款的时候，在资产负债表上面是怎么样呈现的呢？当银行放出贷款的时候，银行只要符合美联储和国际上面的规定，再加上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进行一定的评估，从而放出一笔贷款。这个时候，银行在原先的基础之上，资产的一侧就多出了一份贷款合同，而负债的一侧就相应的出现了一份存款，也就是打到了借款人账户上面的贷款金额。随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被扩大了。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银行在放贷的时候是不需要动用任何其他储户的存款的，而直接一点说，银行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凭空造钱的。当借款人还完了这笔贷款以后，银行就会将资产一侧的贷款合同和负债一侧的存款同时消掉。银行在这个扩大资产负债表和缩小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得到的就是一份利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详细解释一下人们平时生活中的交易到底是怎样间接的呈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比如说，你去商场买一件衣服，付款的时候，其实你是在给银行输送一个信息，这条信息就是你需要从你在银行 A 办理的账户向银行 B 的某一个账户里面转入，比如说100美元。可实际上，在你支付的时候，你的钱并没有转到对方的账户，这条转账信息只是被发送到了你的银行，而你的银行在这个时候会记录下来你的转账需求。每一天，你账户所属的 A 银行很可能有很多笔需要转到 B 银行的需求，同时银行 B 每天也会转很多笔账到银行 A。那么如果银行 A 和银行 B 在美联储都有账户的话，那么美联储作为中间人，会对两家银行相互之间的净需求进行清算，然后在自己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方对两家银行的账户储蓄量进行调整，两家银行再把详细的交易信息在各自的账户上面逐条对应，最终达到了银行 B 中的一个账户收到了银行 A 中的一个账户转过去的100美元。如果说银行 A 在美联储有账户，但是银行 B 没有账户的话，那么他们之间就需要再找一家给银行 A 和银行 B 都开了户的银行 C 来帮忙清算。但是如果银行 C 只给银行 A 开了账户，而银行 B 又只在银行 D 开设的账户，银行 C 和银行 D 之间互相开设账户的话，那么从银行 A 转账到银行 B 的需求想要达成，就还需要让银行 D 来帮忙清算。那么这一笔转账需求就需要有4家银行参与，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转账需求处理的周期会非常长。咱们再说回美联储，从银行 A 到银行 B 的转账过程中，美联储充当的是一个银行之间进行清算的职能，它并不负责逐条对应详细的转账需求，也就是说，
这套银行系统虽然说很周密、很复杂，但是美联储并不直接掌握我们生活中各种交易细节，交易信息的中转站是各家银行。反过来看的话，如果美联储想要达到让整个市场上所有的供应链上面的每一笔交易都感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的话，需要几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比如说2020年3月27号，宇宙顶流也兼任美国总统的川普签署了 CARES Act， 美国的财政部就开始发放救济金。根据纽约时报的预计，总共大概有5万亿美元被发到了纳税人和企业手中。很多人收到自己纾困金的时候，是直接看到自己银行账户中的数字变多了，这笔钱就是从财政部在美联储的账户 Treasury General Account， 简称 TGA， 转到各个银行中的，然后各个银行再逐一对应到个人账户中。企业和个人获得纾困金以后，再各自进行市场交易，每一个环节的交易都会经历类似于刚才我们提到的银行 A 转账到银行 B 这样的过程，最后影响到所有商品的供应链。而等到通货膨胀明显被每一个人感受到的时候，已经几乎是1年之后的事情了。那根据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就会发现美联储的系统并不是完全中心化的。美联储虽然能够对银行业提出规定，也可以调整货币政策，但是却没有办法对每一份交易做出实时的监控，也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及时的对货币政策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快速达到美联储想要的结果。而且并不光是从美联储的角度上来讲，这样的系统不够令人满意。从个人或者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第4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消磨了我们对一切事物的耐心，及时满足成了我们在电子科技时代难以妥协的需求。美联储当然也是需要与时俱进，提高支付系统的运作效率。于是在2019年，美联储发布了一条新闻稿，首次提到了他们开发的一种实时支付系统，也就是在今年2023年7月份即将上线的 FedNow。很多人认为 FedNow 的发布就代表着美联储的央行数字货币正式开始发行，但是在我阅读过美联储官方发布的信息之后，发现其实 FedNow 跟央行数字货币并不相关。不过 FedNow 确实会大幅度提高交易结算的效率，是一种更贴合电子货币时代的结算系统。根据 FedNow 官方网站上面的介绍， FedNow 可以实现24小时、7天、365天全年无休的交易结算。也就是说，原先我们支付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这种有规定日期的交易的时候，往往会在截止日期之前的1-2天去支付，这样可以确保截止日期当天款项可以到账。但是 FedNow 将这种交易处理期缩短到了10时。之所以拿这种我们平时最常接触的贷款举例子，是因为 FedNow 主要针对的交易场景就是深入我们生活的这些零碎的交易。除此之外， FedNow 也特别提到，它的出现可以大大的缩短小企业，比如说咖啡店或者是小型零售商店，他们跟批发商交易时候会出现的交易结算的等待期。FedNow 的结算方式使用了从2017年起直到目前已经超过有70个国家采用的 ISO 20022标准。还用我们之前的银行 A 和银行 B 举例子的话，开户人通过银行 A 发出转账请求，美联储作为账户结算的中间人，通过对交易信息进行审核，如果符合 FedNow 的结算要求的话，这条信息就会再被发到银行 B， 银行 B 会进行核对和查收，在银行 B 同意接收这笔转款之后，会把同意转账确认的信息再发回给美联储，最后美联储通过整合两边的信息对交易进行结算。这整个过程跟目前我们所用的支付系统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 FedNow 可以实现美联储直接对每一份交易进行逐条结算，而我们现在使用的系统，尤其是日常交易的领域，基本上还是要先通过让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清算，然后金融机构再对每一条交易逐条结算。FedNow 的出现让交易信息的传导路径发生了质的改变。那 ISO 20022标准是如何缩短交易结算周期的呢？简单的来说，就是目前美联储处理交易信息是以人类习惯的语言进行记录和核对的。像现在已经正在运行的 FedWire 和 FedACH 这两个结算系统，就还没有开始使用 ISO 20022标准。通过这两种结算系统的交易，虽然交易数额可以比较大，但处理过程至少要以天为单位计算，会产生时间成本和比较高的经济成本，也就是手续费。所以这两个系统所处理的交易涉及的领域集中在大额转账或者是商业交易之中。但是 ISO 20022标准能传递的信息是人和电脑都可以理解的，而且电脑系统对这种信息的处理和处理速度会明显高于普通人。
所以只要架构出一个可以快速读取交易信息的系统，就可以达到实时结算的效果。美联储在 FedNow 的官方网站上面给出了这样一个例子：不使用 ISO 20022标准的地址信息书写方式，跟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样。这种地址书写方式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是对于电脑来讲，在这种书写方式下提取信息比较容易产生误读的情况。ISO 20022标准的地址书写方式是代码式的，想要指向同一个地点， ISO 20022标准的书写方式是这样的。这样的书写方式虽然我们普通人仔细辨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相对于之前人类的书写方式，代码信息不需要电脑过多的对地址进行分辨，也就大大的减小了发生误读的可能性，降低了交易核对过程中发生的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FedNow 在技术层面实施了实时交易结算，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运转效率，但是这种实时结算的代价也非常明显，就是在 FedWire 和 FedACH 这两种主要解决商业领域问题的结算系统之外， FedNow 直接处理信息的范围会扩展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更大范围的交易信息中心化。同时，美联储也拥有了对市场进行微观管理的能力。理论上来讲，只要它想，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查看、拒绝或者禁止任何交易。但信息中心化并不是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原因。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原因跟影片前半段我们梳理过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有关。在美联储的官方网站中，我找到了美联储给出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准确定义。央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央行的钱，这种钱可以给公众使用。央行的钱指的是这种钱是央行的负债。现在在美国有两种央行的钱，一种是美联储发行的实体货币，另外一种是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电子余额。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使用的是电子形式的钱，但央行数字货币跟现在公众使用的电子形式的钱是不同的，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并不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前面听得认真的观众应该还记得，储户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银行的存款是美联储的负债。大量的交易需求会通过银行进行整合，最终由美联储负责银行和银行之间的账目清算。绝大多数的时候，交易是通过这种方式间接的体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可是央行数字货币的本质是跳过了银行这一环，储户的存款可以直接成为美联储的负债。虽然现在美联储的央行数字货币还没有正式发布，但是美联储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考虑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私人领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电子钱包、移动支付和像加密货币和稳定币这类电子资产的快速发展，使美联储和国际上其他央行都在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潜在的好处和风险，看如何能够提高已经非常安全和高效的美国境内支付系统。很显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想法明显是在对标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如果我们站在央行的角度去看虚拟货币的话，也不难想到，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交易是美联储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管过程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另外，美联储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回答中有一个部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那我就来跟大家说两句，算是替美联储把这段给补上了。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分析硅谷银行倒闭的影片的话，在那一期最后面的部分，我提到了小银行的储户有可能会因为小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将储蓄转入大银行，这样会方便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那根据 FDIC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记录，1934年美国一共有14146家银行，2000年的时候还剩下8198家银行，而到了2022年只剩下4135家银行。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倒闭的银行名单中，几乎全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小银行，也就是说，我们很明显的可以从数据上面感受到，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储户被吸收到了大银行里，这也明显是银行业的中心化趋势。我们都知道，银行最害怕的就是过多的储户突然大量取款。对于小一些的银行，比如说像硅谷银行，他们在市场中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运营方式，就是将初创企业视为主要客户，为他们提供贷款，也同时负责管理他们的存款。这种经营某一种行业或者是某一类客户的方式，也是小银行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常用的运营策略。可是就像硅谷银行这种情况，突然某一类客户集体发出取款需求，银行就会发生挤兑，从而倒闭。但是大银行并不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储户的背景、所处的行业对现金的需求多种多样，存款额度有大有小，发生不同背景的人同时大额取款的事件概率非常小。而这种大而不能倒的银行，除了可以以缺乏现金为理由暂时拒绝提现以外，政府立即介入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所以银行倒闭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而如果这家大银行就是美联储的话，每一个储户的存款就是美联储的直接负债。美联储作为美元印钞机，可以随时发行新的货币，挤兑风险为零。那么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就是美联储有意想要彻底杜绝银行倒闭的现象。不过按照现在的法律，美联储并不能接受个人客户，所以也有一种声音说，这种央行数字货币可能需要漫长的立法过程才能最终发布。但央行数字货币是否正式发布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这一期影片中提到的3个银行系统的特点是不是能够在现实中同时发生。因为如果这3个特点在现实中同时发生了的话，那么它叫央行数字货币还是不叫央行数字货币，是否通过立法允许个人在美联储建立账户，这些就都不重要了。那这3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美联储是不是可以做到信息传导的中心化，第二个就是美联储是不是能够直接控制银行的负债，也就是我们的存款，第三个就是美联储是不是能做到将自己的货币政策实时的影响到市场之中。我们知道7月份开始 FedNow 就可以将信息传导路径中心化，第一个特点即将发生。近几十年银行总数不断减少，小银行的储户逐渐向大银行聚集，大银行作为美联储的初级交易商，不仅跟美联储之间有更高的交易等级，也持有大部分美联储的股份。可以说在大银行开户的个人达到一定数量，银行负债中的个人储蓄和美联储负债中的银行储蓄之间的实际边界就会越来越模糊。那么这也就是说，第二个特点也在逐渐朝着实现的方向发展。这2个特点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或者联邦的财政政策以最快的速度影响到市场，实现刚刚我们提到的第3个特点。而这整个变化的过程中，普通人几乎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感受。举个例子，如果从财政角度上面去考虑的话，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会让备具争议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得到实施的渠道。因为现在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很可能会使机器替代人类去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最近发生的好莱坞编剧协会罢工事件，就提及了类似于 ChatGPT 的应用对编剧职业的威胁。那么在人工智能快速推动行业转型的过程中，失业人口的纾困问题就成了联邦政府的巨大压力。而全民基本收入如果以央行数字货币的形式分发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银行复杂的记账系统，快速的解决这个潜在的社会隐患。当央行有能力控制每一个人的账户的时候，正面的影响就是市场中一切交易就会变得非常的快速和高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再承担银行倒闭的风险。但是负面的影响就是这样的系统会成为一把又一把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因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有可能被设限，比如说能源的使用量、资产的购买等等。我们现在很难讲美联储会不会直截了当的推出央行数字货币，不过我个人认为，只要符合以上3个特点，它叫什么名字、哪一天发布就都不重要了。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革新中心 Innovation Hub 也在联合各地央行代表研发有关如何在国际层面拓展科技金融领域，探索例如像建立跨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和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其中就包括了由法兰西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瑞士国家银行主导的 Project Mariana 马里亚纳计划，主要研究建立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在瑞士法郎、欧元和新加坡币之间进行大额兑换。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和荷兰银行主导的 Project Atlas 阿特拉斯计划，主要研究如何建立跨国境的去中心化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由以色列央行、挪威和瑞典央行主导的 Project Icebreaker 破冰计划，研究如何利用央行数字货币实现跨国境的零售交易。和2023年5月份刚刚开启的由国际清算银行革新中心自己主导的 Project Polaris 北极星计划，主要研究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线下支付的可能性。在我录制这期影片的时候，国际清算银行革新中心一共有24个正在研发的项目，其中有11个项目明确注明了是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主题的研究。按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趋势，央行数字货币或者建立类似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系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选择不断追求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往往也忘记了每一个选择都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去中心化的系统不一定会被消灭，但一定不会成为主流的交易模式。因为一部分人会推崇去中心化系统的独立和自由，但我相信
人类社会中会有更多的人对这种缺乏权威依赖的概念感到惶恐。